臣苏颜参见陛下。臣薛有伟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刚才在外面还听到他的咆哮，现在却完全听不出喜怒。帝王的养气功夫，还是说之前那暴怒是装的？陛下，请为臣和犬子做主。臣5代单传，就苏颜这一个儿子，那薛有伟却差点要了犬子性命，请陛下严惩。差点要了性命。陛下，当时臣与苏颜口角打斗，只是无意间打中他脑袋，请陛下明鉴。无意会让下人出手束缚住我，再瞄准我脑袋打。我什么时候让人束缚住你了？有没有束缚，找当时房间内的那几个下人来一问便知。那几个下人何在？陛下，那些人没能及时阻止争斗，也没能保护好主子。微臣知晓后气昏了头，家法处置时用力过猛，如今已经殒命，这是臣的问题，臣甘愿受罚。好一个死无对证！黄口小儿，莫要凭空辱人清白。苏将军当真小题大做，吾儿都说了，他并非有意为之，而且苏颜也打断了吾儿肋骨，他现在的情况可比吾儿好太多了。小儿之间的打闹还闹到陛下这里来，是觉得陛下当真这般清闲吗？诸公觉得此事如何处理？臣觉得薛公说的不无道理。这件事，其实就属于小儿打闹，一时间没有把控好分寸，陛下小惩一下即可。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。陛下，这次是苏颜命大，若真有个3长2短，老苏家可就绝后了。臣下手都没这薛有伟黑。他二人虽未及惯，可已经不是小儿。薛有伟下死手是事实，寻常人家都要重罚，更何况他打的是国公之子，还是当朝驸马。此事应该从重处理，否则难以服众。薛有伟同样也是国公之子，而且还未及惯，若因为这点小打小闹就给他严惩，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可苏颜现在好好的，薛有伟却有伤在身，真要说起来，应该惩罚苏颜才对。苏颜伤的是脑袋，薛有伟则是肋骨，哪种情况致命？苏将军这是诡辩，我只看到事实是苏颜毫发无损，而薛公子却重伤未愈。放来来来，老子让你打肋骨，你让老子打脑袋，看老子能不能锤爆你这弑的狗头。陛下，肃国公在朝堂这般猖狂，简直恕无王法。好了，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这朝堂简直和菜市场没什么区别。文臣抬杠，武将骂娘，李玄倒像是早就习惯了。既然诸公都无法商讨出一个合理的方案，那朕就来裁断此事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魏公也想发表一下意见。他刚才故意停顿，好像就在等着人来打断一样。这皇帝老儿到底想干什么？臣要弹劾苏颜、苏国公和陛下。讲，臣先弹劾苏颜不学无术，身为国公之子，整日沉迷酒色财气，有损苏国公颜面。我说魏老匹夫，咱们好像没有仇怨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臣
在弹劾苏国公教子无方，对孩子这般溺爱，为非作歹，祸乱帝都，枉为人父。魏征，过分了，这是人家家事，你也要弹劾？勋臣家事及国事，形势有些不妙，魏征这一插手，天平要倒了。臣附议苏颜在帝都已是声名狼藉，若再不加以约束，接下来恐怕就会成为下一个吴海。苏国公真应该多教育一下自己的孩子。没错，放任下去可不得了。他对我笑了，绝对笑了。臣还要弹劾的是，陛下，苏颜这般纨绔子弟，陛下不仅不加以约束，反而还将安宁公主赐婚于他，如此助长歪风邪气，实属不应该呀。你的意思是，朕糊涂了？是，臣即便犯妄言圣才之罪，也要请陛下收回旨意。臣觉得魏公所说不无道理，苏颜的品性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实在无法担驸马之大任。臣附议。还有这种好事？婚约之事，朕意已决，安宁是朕的女儿，她的婚事于情于理都应该朕来决定，诸位就不要再提了。他竟这般言辞拒绝，在朝堂诸公的压力下都不松口。陛下，臣觉得他们说的没错，臣自知声名狼藉，配不上安宁公主，若是成婚会让皇室蒙羞，这婚约还是算了吧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竟然主动提起退婚？哼，以退为进的把戏罢了。他知道陛下愧对苏家，为了展现自己大度，才说出这番话。我说老苏，你儿子脑子真被打坏了。可能是吧。陛下，若真让安宁公主与苏颜这个败家子成婚，皇家颜面何在呀？对，魏大人说的对，为了皇家颜面，这婚可不兴结啊。虽然目的不同，但这一刻，我们确实是盟友。住口！朕已经下旨赐婚，均无戏言的道理，卫青应该懂吧？朕算到了所有，让他们吵，让魏征弹劾，就是为了力排众议，替这小子做主，让他感激涕零。朕什么都算到了，唯独没算到这小子竟跟魏征一唱一和。若让他们再说下去，今日这婚真得退了。小子诗才无双，还是个商业奇才，朕怎么可能退婚？这等良才，必须绑在皇家战车上。陛下，不可让皇家蒙首啊！这魏征，不愧是大前第一谏臣，当真连命都不要了。泪目，太感动了。你当真以为朕不敢拿你怎么样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可臣身负职责，若看着陛下这般错误之举而不出言提醒，臣心难安。好，你非逼朕背信弃义是吧？这皇帝的情绪起伏也太大了点，有些浮夸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或许这就是帝王心术。陛下，魏大人也是为了皇家颜面考虑，这苏颜不是安宁公主的良配，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这么多文臣一起施压，也不多我一个，还是从心吧。陛下应该不知苏颜在外的名声有多烂，臣这里整理了一份他的罪状，请陛下过目。为了皇家考虑，这婚事就算了吧。其实臣并不是针对苏颜，他从小没了母亲，缺乏管教，苏国公又常年征战，没能约束好他。虽然他沉迷，整日惹是生非，但是子不教，父子过，真要说起来也情有可原。但如此缺乏管教的纨绔，怎么会配得上公主？他触碰到底线了。父亲当年为了救李玄夫妇，
眼睁睁看着母亲被乱刀砍死，这件事是他心中永远的刺。现在薛顺德在大庭广众之下拿来说，这已经不是弹劾，是羞辱。薛绍德，你他娘的什么意思？本官只是实事求是，难道苏将军觉得令郎受到过教育，或者名声很好？薛国公是吧？你可以说我苏颜不学无术，但你不应该说我爹娘。我本想在旁观中借百官的事把婚退了，但现在他蹬鼻子上脸，我在苏卫国身上真切感受到了亲人的感觉。这时若还沉默，就真不是人了。哼，事实就是如此，本官只是把实情说出来。上朝前，父亲叮嘱我朝堂之上不可放肆，他也教了我被冒犯后该如何处理事情。本官洗耳恭听，那就是入你娘的！庶子，你敢在大明宫打人？恕你什么？父亲，哈哈哈哈！果然是虎父无犬子，老子都快憋屈死了，这一巴掌扇得舒坦。臭小子，此子纨绔至极，已经猖狂到这等地步，大明宫打人前所未有，陛下若不严惩，恐难服众啊！请陛下严惩此子。这下婚怎么也得退了吧？放屁！老子就在大明宫打过人，谁说前所未有？老爹，这时候你来炫耀个毛线啊！够了。苏颜听旨，你给朕听好，朕不准你辞去驸马。不仅你不准辞，任何人都不准替你辞。从今日起，擅自辞去驸马之职者，死同叛国。小子，朕说了要把公主嫁给你，你跑不掉的。苏将军，你还很自豪？没错，就是很自豪。陛下就说，臣当年有没有打对人？你呀，这苏家在大明宫打人已经成传统了，是吧？虽然那巴掌下去，朕的确也很爽，但现在怎么收场？陛下，苏颜班是朝廷命官，按大前律放，情节最轻的都是流放。请陛下为臣做主。这老狐狸挨了一巴掌，现在想借题发挥，把婚事搅黄，还能让上官家欠他一个大人情，算盘打得倒响。苏颜，大明宫行凶，你眼里还有大钱，还有我这个皇帝吗？父亲当年去救陛下，母亲才殒命。这些年，父亲常年镇守边关，很少回家。这狗东西却用父亲为国尽忠之举来调侃，这般辱我父母，若我不有点表示，枉为人子。你要干什么？来人，阻止他！兄弟，牛逼啊！我陈楚冲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刚才在外面看戏看得津津有味，看到文臣占上风时还不爽，但这小子直接扇薛振德的老脸，太对胃口了，能动手绝不逼逼，简直就是吾辈楷模。哼！放开我！今日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狗东西垫背！他并没有生气，甚至还有些想笑。他绝对已经知道些什么，否则以原主之前做的那些事，他早该在文臣提出悔婚时第一个制止。现在却坐在那里看我和文臣争斗，完全是在做戏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没什么好怕的。好了，都冷静点儿。薛有伟与苏颜之事，是薛有伟下重手在先。按照大前律令，
故意杀国公之子，应当斩立决。苏颜大明宫打人，按大明律流放。若诸公没有异议，这件事就按照律令处罚了。陛下，这处罚是否过重？陛下，臣就这一个儿子，请陛下法外开恩，请陛下法外开恩，请陛下法外开恩。朕想私下解决，诸公想按照律令，朕按照律令，诸公却又不同意，你们是在消遣朕吗？臣觉得大家都在朝堂做事，而且互相都有错，这件事就从长计议吧。哼，如何从长计议？臣不追究苏颜刚才的罪责，苏颜也不追究全儿。不愧是皇帝老儿，这一招用得妙。他本就没想真处置我和薛有伟，现在抓住机会，直接给出最重的处罚，两边肯定都不想。那么两边就要互相妥协，只可惜别人或许会妥协，我苏颜可不会。陛下，臣认罪，也愿意接受这个惩罚，请陛下按照大前律法来处理。言儿，苏颜，别胡闹！你知道什么是流放吗？别瞎说！苏颜，鱼死网破对谁都没好处。谁说我要鱼死网破？臣虽犯了大错，但请陛下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臣听闻帝都外聚集了很多灾民，朝廷也无法赈灾。臣这里倒有一个办法，不仅可以安置那些灾民，还不用国库掏一分钱。若臣办成此事，不知可不可以功过相导？这就是我敢在大明宫打薛正德的底气。工厂那边本来就缺人手，这些灾民是现成的劳动力，让他们去厂里做工，既能解决人手空缺，又能替朝廷分忧，一举多得。你确定能妥善处理？能不能试过便知，不就是以工代政吗？这些灾民经历了苦难，身处绝望，这时候别说给他们工作岗位，就算只给一个馒头让他们做工，都会感激涕零。当然，我不会做那么缺德的事。平民已经够难了，没必要薅他们的羊毛。那些士族才是掌控最多财富的存在，才是我要薅的目标。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，灾民是朝堂诸公都头疼的难题，你能处理？真是笑话！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，竟然还敢扬言处理国事，当真让人笑掉大牙。哼，难道你觉得自己比朝堂诸公还聪明？倒不是我苏颜聪明，其实是诸位的能力有问题，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了，还好意思当官？放肆！此地是朝堂，岂容你这黄口小儿撒野？陛下，这苏颜目无尊长，还狂妄至极，公然嘲讽百官，请陛下严惩！请陛下严惩！苏颜，这件事可开不了玩笑。臣愿领军令状，若无法妥善处理灾民，请陛下将臣给赐死。言儿，不可胡说！苏颜，要不咱们就算了吧。请陛下给个机会。既如此，朕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只要你能解决灾民的问题，不仅能戴罪立功，朕还会封赏你个官位。别，臣不是当官的料。若陛下真想赏赐，就给我个爵位之类的吧。让我每天这么早起来上朝，简直就是要我的命。不过爵位倒是挺需要，有了一块自己的封地，我也好放开手脚创办工厂。就依你，若你成功解决掉灾民的事情，朕封你为开国县男。多谢陛下。开国县男虽然是最低等的爵位，但我才10几岁，在大前这是史无前例的。先别急着谢恩，如果你没完成，朕可是要取你项上人头的。陛下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既如此，事情就先这般定下。从现在开始，苏颜就是赈灾巡查使，一切灾人事宜交由他来处理。苏颜若有要求，
朱清不可怠慢。高士林，待会儿将巡查使的腰牌给苏岩。至于薛有伟，先收入大理寺，等此间事了再处置。散朝。老爹，走吧，困死我了。你这小子真是什么活都敢接！爹，放心吧，这件事又不难。走吧，俺带你去大理寺。在皇宫当值这么久，今日算是看了一出好戏。这苏颜倒很对我胃口。原本以为只是个纨绔子弟，没想到竟这般勇猛，连薛慎德都敢打，绝对是条汉子。以后要多多接触一下。父亲，救我！有伟，放心吧，你会没事的。走吧。爹，一定要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赵国公请留步，吾儿命悬一线，还请赵国公施以援手。有伟是因上官冲的指使才去招惹苏颜。薛国公放心，有伟不会有事的。可陛下今日这般坚决，你觉得陛下若真想要有伟的命，他会给苏颜定罪吗？赵国公的意思是，陛下明显是想让有伟和那苏颜互相抵消罪名。只不过那败家子愚蠢至极，不仅没明白圣意，还领了军令状。苏颜不死，老夫实在难以泄愤。薛国公先别着急，那小子蹦跶不了几天了。原本他可以和有伟二人私了，却狂妄到想戴罪立功，真以为灾民这么好处理？灾民一直都是最头疼的事，此次帝都外灾民极多，据老夫了解，有4、5千之众。这么多人，不说每日的粮食消耗，光是安置都成问题。他苏颜还承诺不要朝廷出1分钱，所以老夫说他必死无疑。本来私了之后啥事儿没有，现在他自己找死，怪不得别人。唉，可他死了，吾儿怎么办？放心，你真以为陛下会因为这点小事要了尤为的命？老夫和太子都会去给他说情，只要苏颜没完成任务，陛下定会震怒，到时老夫再煽风点火一番，尤伟定会无罪释放。有赵国公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臣妾见过陛下。都说了，老夫老妻不用这般多礼。礼数是后宫的根本，臣妾身为后宫之主，怎可坏了规矩？皇后总能说出这些大道理，朕让人给你排队买的奶茶。不得不说，苏颜那小子弄出来的东西都挺有新意的。现在淘宝商行、手摇风扇、奶茶都非常畅销。陛下今日可见到苏颜了？见到了。怎么了？原本朕准备让他欠个人情，谁知道这小子在大明宫大打出手，打了薛正德，直接打乱了朕的布置。朕猜到魏征会提婚约之事，本准备用薛有良打苏颜这事儿来转移百官的注意力，都铺垫好了，就等最后强势出手保住婚约，卖他个人情。没曾想，此子当真顽劣。其实朕挺开心的。为何？朕原本以为这小子从个纨绔子弟突然变成商业天才，其中有什么猫腻，甚至怀疑他和世家有关系。今日看他依旧这般顽劣，倒是放心了不少。他若真与世家有勾结，不可能在大殿之上把文臣都给得罪个断。那婚约之事如何处理的？被朕搪塞过去了。那小子大闹朝堂，又立下军令状要替朕解决灾民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朕趁机便结束了早朝。他立下军令状要替陛下解决灾民。唉，朕给了他机会，他却执意如此，还用项上人头保证。朕就算想帮也没辙了。如果灾民真这么好结局，朕也不会头疼这么多年了。小孩子难免意气用事，陛下可不能真要了他的命。皇后放心，就算他完成不了，朕也不可能真要他的命。不过，为了堵住百官的口，一些惩罚在所难免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，以后也就懂谨言慎行了。
怎么样，公主？奴婢听那些人说，今日那苏颜的确去了朝堂，而且郑国公也提到废掉婚约之事，如何？没能成功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无事。我听闻郑国公反对这门婚事，心里还以为有了希望，没想到连他都无法让父皇改变主意。公主，虽然这次没能成功，但那苏颜却闯下大祸。他闯了什么祸？苏颜在大明宫掌侮薛国公，陛下判他流放，若他当真被流放，婚约肯定会作废。我知晓他纨绔，却没想到他敢在大明宫打人。其实这也不怪他，是那薛国公公然提起苏颜王母，苏颜才会动手的。以前只知道他纨绔，没想到竟还有这份孝心。若父母被辱还能无动于衷，那才真叫人看不起。详细说说。那苏颜一进殿，薛国公便带头用公主您的婚约嘲讽他。后来薛国公竟提到了他死去的母亲，苏颜一下子就冲了上去，狠狠扇了那老匹夫一巴掌。最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那苏颜竟要与薛有伟鱼死网破，还当场立下军令状，说要替陛下解决帝都外的灾民。灾民之事，连太子哥哥和父皇都无法妥善处置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奴婢也觉得这次苏颜恐怕没办法翻身了。以父皇的性格，不会让忠臣绝后的。若苏颜到时无法完成，我会去向父皇求情。公主，您不怨他了？我从未怨他，我只是怨这门婚事。今日他因辱母而伤人，我若再因婚约之事恨他，反倒显得我李昭宁不通情理了。静观其变吧。跪下！你应该能感觉到陛下想息事宁人。感觉到了。那你为何还要与那薛有伟鱼死网破？我苏家5代单传，你若出点什么事儿，老子如何与列祖列宗与你娘亲交代？爹，你觉得我像那种没脑子的人吗？像。你这么说，就把天给聊死了。哼，你若有脑子，怎么会和薛有伟鬼混？那是以前，上次脑袋被砸之后，我突然就茅塞顿开，整个人都升华了。那淘宝商行不就是证明吗？我给自己解决了老兵的事儿，不是吗？这可是大难题，你准备怎么做？对于别人来说是大难题，对于我来说轻而易举。哼，其实很简单，以攻代战。以攻代战？以攻代阵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让那些灾民去做工，他们劳动带来价值，然后价值再反哺回灾民身上，这样就不需要花费大量钱粮去赈济。所以你准备让那些灾民去工厂做工？没错，如今手摇风扇的订单虽然在下降，但白塘那边还需要大量人手。可是你知道这次灾民有多少吗？将近5000之数，你能吃得下？这么多人没有任何其他收入，全都要张嘴吃饭，每天的开销都是一笔不菲的金额。你那白塘工厂有赵博他们在做，虽说还缺人，但绝对要不了4、5千人。父亲放心，白塘只是开始，后续我还会开设其他工厂。还有其他工厂？当然，奶茶和手摇风扇都只是前菜，咱们本赚够了，以后绝对能成为帝都巨富。巨富？只不过这件事之后，做生意的事情就瞒不住喽。我之前一直按您说的祖宗规定隐藏身份，可这次我立了军令状，肯定有很多人盯着，后续还要和皇帝老儿汇报，这件事不可能瞒不住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日你们的后代子孙有性命之忧，权宜之下只能违背祖训。
我知道列祖列宗是深明大义之人，血脉延续事关重大，请列祖列宗不要责怪，放手去做，让大家看看你不是什么败家子。放心吧，老爹。言儿，你那银子能不能让爹保管？等月末把钱分出来，我就让人拉到国公府。哈哈，这才是爹的好儿子嘛！老爷，怎么样？大半天时间一单生意都没有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！给他们开这么高的工钱，竟然连这点生意都做不好。老爷，那琼江玉露实在太火了，甚至有许多隔壁城池的人都跑来帝都购买，那条街每天排队都堵得水泄不通。愣着干嘛？查！给我去查！是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近者江南水患，流民四起，朕闻之恻然，寝食难安。幸苏国公之子苏颜赤胆忠心，慷慨自陈，主动请忧赈灾。朕念其情真意切，忧国忧民，特受赈灾巡察大使之职。苏卿所至，如朕亲临。敢有阳奉阴违、推诿掣主者，以欺君罔上论，赤道奉行，星火木论。钦此，臣苏颜接旨。恭喜驸马爷！哎，高公公可别乱说，都还没成亲，怎么可以叫驸马？高公公辛苦了。这可使不得。驸马爷，这东西咱家可不敢收啊。我与高公公一见如故，又不知道公公喜欢什么东西，就给些身外之物，希望高公公不要见怪。太多了，这些都是心意，怎么能用价值衡量？高公公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。那就多谢驸马爷了。圣旨已经送到，咱家要回去复命了。高公公慢走。既然任命已经下来，你就尽快处理吧。那些灾民也是可怜，早日让他们吃上饱饭，也算行善积德了。我收拾一下就去。公子真英俊。小丫头可别犯花痴，等你长大了再说。小蝶已经不小了。走吧。大哥。嘿嘿，大哥，之前俺被流言误导，不知大哥竟是如此神勇之人。大明宫一见，俺对大哥心向往之，想与大哥结交一番。哈哈哈！既然楚冲兄弟这么敞亮，我苏颜也是个喜欢结交朋友之人。你这个兄弟，我交定了。哈哈，敞亮，不愧是陈霸天之子，这力量无敌。习惯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哈哈哈！大哥，听说你要去赈灾，大哥心善，见不得百姓流离失所，所以向陛下自荐，前往帝都外赈灾。不愧是大哥，简直是吾辈楷模。我也想和大哥一同去见见世面。你也想去？父皇说，多体会民间疾苦，才能更好的当个管理者。以后就藩，我好歹也是个藩王，若是无法管理好封地，父皇肯定会很失望。行，我就带你一起。大哥，俺也想去。你去干什么？你不是要在皇宫当值吗？这几天都是秦元当值，俺休息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跟着大哥见见世面。行吧，既然你想跟着也行，不过先说好，一切都听我的。是，大哥。陛下，歇会儿吧。圣旨送到了，驸马现在应该要出发了。奴婢听闻九皇子和陈都尉会一同前往。李治和陈处冲是。陈送完圣旨离开时，看到他们二人身影，就让人打听了一下。哼，李治朕倒不意外。那陈处冲什么时候和苏颜混到一起了？之前苏颜在大明宫时，奴婢就见陈都尉对他称赞不比。怎么，他也想在大明宫打人？这些小子没一个让朕省心的。老高，你说苏颜那小子真有办法安置那些灾民？奴婢不敢妄断，朕倒是希望他真能把灾民安置好，毕竟那些可都是朕的子民啊，说不定真有惊喜呢。希望吧。
我看你欲言又止，有什么话就说。陛下，奴婢万死。说，奴婢送圣旨的时候，驸马给了奴婢打赏，奴婢百般推脱，他却坚持要给。我当是什么事？这点小事你怕成这样？他既然愿意给，你收着不就好了？这小子有钱，若是寻常打赏还好说，但驸马给的实在太多，奴婢惶恐。你好歹也是内侍监总管，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有多少银子能让你惶恐成这样？陛下，这是驸马给我的打赏。大胆！你一个宦官，竟敢收贿赂！起来吧。下次若是有旨意，还是你亲自去。奴婢遵命，多谢陛下。这帝都内外，简直就是两个样子。灾民年年都有，官府虽然一直在赈济，可杯水车薪，根本顾不过来。今年还算好的了，前几年那才叫灾民遍地。大人，前方有人拦路。谁敢拦咱们的路？俺去会会他。等等，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住手！请大人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小心安全。大人，我们已经几天没吃饭了，求大人赏点吃的吧。别按了，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？回大人，我们是从江南跟着他们一同过来的。你们不知道朝廷在万年县施粥？知道。那为何不去领粥？拿点吃的过来。是。吃吗？叫声哥哥就给你吃。没礼貌的小丫头，连声哥哥都不愿意叫。先吃吧，吃完再说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水，喝点水。谢谢大人。你也喝点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不是普通的平民。家中做了些小生意，因为洪灾把整个宅子都冲垮了。父亲为了救我和小隼，被洪水冲走。夫君前几日饿死，我们实在没办法，才拦大人的车驾。吃完。可是，放心，最多1天时间，你们就不用饿肚子，全都吃完。现在能说一说为什么不去领粥了吧？我是本次赈灾的巡视使，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。我若是想对你怎么样，会浪费一块饼吗？大人应该是帝都人士，对民间的事情不太了解，所以根本不懂施粥。没错，我第一次出帝都。这施粥也是有讲究的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确实会施舍一些粥水，不过那些粥水根本不够，施舍完就只能等明天。到了后来，虽有粥棚在那里，也有人煮粥，可是粥里面除了糠以外，根本见不到什么米。我夫君就是去领粥的时候被人打断了腿。对我们这些人来说，受伤几乎就代表着死亡。他们还敢打人？打人还算好的。其实灾年最可怕的并不是灾民，而是像大人这种达官显贵。为什么？这个大人若是真想了解，就去万年县问问当地百姓，我就不说了。那继续说施粥的事。没什么可说的了。那些粥棚虽然一直都在，但里面煮的东西根本不会给我们。施粥，不给灾民粥水。大人懂得商贾之道的复用吗？当然，重复利用，让一件物品的价值最大化。你的意思是？大人英明。这里距离帝都如此之近，他们怎么敢的？小丫头，别怕，那些坏人，哥哥去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到时候哥哥带你去个地方，你就不用饿肚子了。别去帝都了，想要吃饱饭就别乱跑，去万年县等着，会有人帮助你们。
咱们要不要听刚才那位大人的？好不容易走了这么远，眼看要到帝都，现在又回去。我看那大人挺和善，说不定他说的是真的。哼，那些官员都一个德行，看他那样子才10几岁，说不定是哪家大官的公子哥。这种都是来做做样子，捞个赈灾名声的，哪能办得成事儿？尔等何人？开门。原来是巡查使大人。这城内和城外完全是两种样子，习惯就好了。下官万年县县令朱全见过苏大人。朱大人不必多礼。我们不是去县衙商量赈灾之宜吗？如今天色已晚，赈灾事宜明日再办也不迟。下官已经设好宴席，备上美酒，给大人接风洗尘。这二位是？他叫李治，他叫陈楚冲。下官见过九皇子，见过陈都尉。你就当我们不存在即可。那就在这里聊吧，进去。请上座。这些都是本地酒楼的特色菜肴。他们是？哦，这位是刘恒，万年县刘家家主；这位是周良，周家家主。他们都是当地颇有声名的士绅，也是这次配合朝廷施粥的大善人。原来如此。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我也懒得一个个去找。苏大人，先吃菜，咱们边吃边聊。谢谢。朱大人，汇报一下灾民的具体情况吧。大人何须这般着急？下官不仅准备了酒宴，还给大人准备了礼物。品相不错，的确是好东西。若九皇子喜欢，下官立刻让人再去寻一只，赠与九皇子。朱大人，灾民的具体情况现在可以汇报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是觉得本王买不起？殿下恕罪，下官没这意思。本王只是称赞一句而已。是下官会错了意，下官该死。先把这些收起来。本官此次来是奉旨赈灾，自然要先了解灾民情况。大人稍等，我马上让人拿来。灾民统计和目前县衙的钱粮全都在这里，请苏大人过目。这么多我也懒得看，你直接把结果汇报给我即可。自灾民流入万年县开始，下官就积极组织赈灾事宜。朝廷一共下发赈灾银两40万两，粮食3万斗。赈灾粮耗尽之后，下官用银钱向周围县的士绅手中购买了粮食，坚持每日施粥。如今还剩下5万两余钱。灾民有多少？灾民数额每日都在变动，从最开始的1000余人涨到如今5000之多，而且数量还在增长。2个月时间，40万两只剩下5万两，每日几千两以上的支出，就煮了几锅粥。苏大人应该不知道如今粮食的价格，现在还未秋收，粮食本就已经稀少，再加上灾情影响，现在粮食比黄金还金贵。再金贵，区区数千灾民能用得了如此多的银两？赈灾可不仅仅是粮食方面的支出，这些是赈灾人员雇佣的支出，这些是修缮灾民临时安置住所的支出，还有运送粮食的车马费、施粥棚的陈材料、雇佣护卫队维持秩序的费用。不知苏大人还有何疑虑？朱大人办事果然周全，在下佩服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本官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自然要尽心尽力为朝廷办事。这次灾情，多亏了刘恒这些士绅帮忙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恐怕灾民比现在更难。
下官斗胆为他们请功，请大人明鉴。哈哈，朱大人谬赞了，我等只是尽一些微薄之力而已，都是应该做的。我等虽不是官，但身为读书人，都应该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。诸位放心，这些事情我会如实禀报陛下。那就多谢苏大人了。诸位稍安勿躁，大哥，就这么算了。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诸位为赈灾之事殚精竭虑，本官佩服不已。在这里替灾民敬诸位一杯。谢苏大人。哈哈，既然正事已经谈完，接下来可以放松一下了吗？苏大人，当然，上歌舞。拿这个考验我，大哥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公子，奴家好看吗？好看，身材外貌都很顶级。那公子为何对奴家无动于衷？偷偷告诉公子一件事，奴家还是……抱歉，我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些事的爱好。这样啊，要不咱们去房间里？待会儿吧，我现在还有正事要做。大人，如何？大人料事如神。带进来。卑职在民间寻访，听到了一些关于人口买卖的事情。根据打探，最终找到一处仓库，这些就是被拐卖之人。朱大人，来解释一下吧。大人，此事下官不知情，下官不知情啊！你身为万年县县令，地方上出了这么大的人口买卖，你竟然说不知情？下官真不知情。那你们呢？也不知情？我等只是乡野村夫，怎会知晓朝堂的事情？不知大人此话何意？难道是觉得这些事情是我等做的？难道不是吗？真是笑话！我等平日里奉公守法，朝廷有难甚至掏空腰地相助，大人这般污蔑我等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没错，苏大人这般侮辱我等，就算告御状，我等也要讨个说法。一人太甚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都别这么着急嘛。把你们背后的人供出来，我可以让你们死得痛快一些。大人什么意思？这些奴隶全都是自愿的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大可随意询问。不用这么麻烦。关闭大门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所有人双手抱头，蹲下。谁敢违抗，杀无赦。想跑吗？刚好消消食。没听到俺大哥说吗？违抗者杀无赦。放了他吧。我这人不喜欢打打杀杀，所以你们最好听话。这次算是警告，下次没这么好运了。就凭本大人是陛下钦点的巡查使，见令如见圣上，想死的可以试试。本官定会上奏弹劾苏大人。你应该没这个机会了。你还有你，分别带队去这些士绅府上搜，把他们往来的私信、账本全部给我搜出来。是。其他人去后院搜，敢阻拦者格杀勿练。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放开我！你们是谁？谁给你们的权利来朱府抓人？灵儿，苏大人，这是犬子，别伤到他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爹，救我！这些人进来就对孩儿拳打脚踢，放开我儿子！放开！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卑职进去时撞见这几个人正在欺凌一对母女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人呢？哥哥，疼。朱大人，你刚才说弹劾我。大哥，
全部带下去，分开关押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大人，您现在可明白我说的那句话？众护卫，听令，请大人吩咐。杀，全杀了。大人，真杀！杀！有事情我担着。大人饶命！苏大人，你不能这么冲动。虽然你是钦差，随意杀人也无法与陛下交代。大人，他们不过是一介贱民而已，您真因为他们触犯律法？大人，与我们无关啊！是朱林派人去抓的他们，都是朱林干的。爹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除了他，全杀了。不！我的儿子！我的儿子！把他放下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可知道杀了我是什么后果？拿着。爹，救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给你银子，很多很多银子。你还我女儿！还我女儿！我的儿！够了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抱歉，如果不是我让你回万年县，你也不会遇到这种事。大人，如果没有大人的话，我们也会被饿死。大人，您是个好人，能遇到您是我们最幸运的事情。大人，您是个好官，我相信您一定能让灾民吃上饱饭。我知道的，你先等等，我把事情处理好，就安排你和那些灾民。大人，对不起，让您费心了。不要！求大人把我和女儿葬在一起。大人，我乃朝廷命官，在罪名没下达时，你若敢杀我，按大前律吕，你也要死。我知道你们身后有人，也知道就算把你们抓起来，那些人也可以救你们出去。大人，杀平民和杀朝廷命官可不一样，你真要为了这些贱民把自己搭进去？苏颜，没必要。你也觉得他们只是贱民？苏颜，如果你再拦我，兄弟都没得做。既然是兄弟，那就一起。本王虽不受宠，好歹也是个皇子。哈哈，既然是兄弟，怎么能少得了我？饶命！饶命啊！为了那些贱民，不值得呀！到现在都还一口一个贱民，对于今天的事情，你应该习以为常了吧？没有，今日完全是个意外。意外？去你妈的意外！朱大人死了，他们竟然真敢杀朱大人，真敢杀朝廷命官！把他们全都抓起来。是，大人。饶命啊！大人，这些人怎么办？废话，他们又没犯罪，当然是放了。走。大哥，咱们这算不算闯了大祸？大人，灾民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卑职还派人去官道沿途宣传，周鹏已经开始煮粥，那些灾民听到消息肯定会第一时间过来。账本搜到没有？全都装好了，县衙的账房已经在比对，这些人往来的书信也整理出来了，就等大人前去处理。这是在刘行营卧室暗格中找到的，上面全是暗语，但银两数额写得清清楚楚，共计80万两。那就走吧。这些人做事很周密，信里详细记录了对灾民的筹划和实施，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朱权。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士绅与朱权勾结，就算没有书信记录也没关系吧？你错了，没有证据的话，他们有各种办法给朱权洗脱罪名，特别是你父皇，他得位特殊，想要走人君的路子，最看重的就是这些。杀一个朝廷命官，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有罪，
也得拿出白纸黑字的证据。大哥，怎么？你怕了？说不怕是假的。今日的事，若是传到父皇那里，他定会震怒。放心吧，我既然敢出手，就有一定的把握。若能找到他们买卖人口的证据，咱们就算理亏，也不会受到什么严重的惩罚。这朱权做掉脑袋的事情，不可能不给自己留退路。那些退路就是咱们脱罪的关键，只要做过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我已经下令，整个朱府掘地3尺，都要把朱权的退路找出来。其实我更好奇，你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做的事情？你还记得官道上遇到那对母女的时候吗？当时我在车里听着，你们也只是聊了一些灾情的情况吧。当时说他说一句话，灾年最可怕的不是灾民，而是达官显贵。起初我还没完全懂，但后来一路上看到那些灾民纷纷退避，你记得吗？我们的马车经过，他们不是上来乞讨，而是吓得逃进树林。人是有求生欲的，可他们对于官府的恐惧却超过了求生欲。你觉得是因为什么？我只是初步判断，所以让护卫去暗中打探，不打草惊蛇。直到宴会上，我看到那么多士绅，又查了账本，发现他们的账目虽有小问题，但大体上都能交差，我就断定他们肯定还有别的赚钱手段。所以这么多人要分钱，如果只是朝廷的赈灾款，分下去也没多少，他们把更赚钱的勾当给藏起来了。账目之所以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因为真正的大买卖根本没记在上面。那你怎么判断他们背后有人？他们举办这么奢华的宴会，毫不避讳，哪怕有你这个皇子在场，他们依旧毫无顾忌。你觉得这合理吗？一般来说，地方官员面对帝都来的钦差，至少要把表面功夫做好。可这些人非但没有避讳，反而弄了这么好的宴会来招待，用意很明显，他们根本不怕咱们把这些事儿说出去，要么是在给咱们示威，要么是有信心把咱们也变成他们的人。所以这个人是谁？听说了吗？万年县来了个巡视使，刚到就把县令给斩了。我听说那县令欺凌母女，巡查使大人二话不说下令诛杀，还让被欺凌的妇人亲自动手。好官啊！俺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遇到这般为民做主的官。巡查使大人真是好官啊！老苏啊，你家饭菜这么好吃，怎么不早和俺说？你好歹也是个国公，怎么像几辈子没吃过饭似的？来人，添饭！这些都是妍儿弄出来的一个菜式，你们若是喜欢吃，以后就多来我这儿。你刚才说这些饭菜都是苏妍弄的？爱信不信，我们家妍儿不仅会做菜，还会酿酒。老苏，你这人啥都好，就是喜欢吹牛。苏妍那小子连刀都提不起来，不带兵打仗，难道还想当个厨子？入你娘的！你那张嘴，吃着我儿的饭菜，怎么能说出这么刻薄的话？算了算了，大家好不容易聚聚，别搞这么大火气。俺一向心直快口，咱们几个的子嗣，有哪个像苏妍这般不学无术？俺也是让你多管管他，他现在已经改很多了。实不相瞒，最近他搞了个淘宝商行，风生水起。你没烧糊涂吧？堂堂将门之后去从商，手摇风扇和奶茶都是那小子搞出来的。我家丫头每日嚷嚷着喝的2两银子一杯的奶茶，2两银子一杯的奶茶是苏妍在卖，按这算，每日能卖上万两银子吧？上万两银子，俺能喝几斤3列谷了。低调低调，
这不前几天言儿给了我几千两让我花，我就找诸位兄弟来喝酒了吗？哎，能赚钱又如何？有本事你让苏颜和俺家冲儿打一架，看谁更厉害。俺家陈楚冲骁勇善战，从没给俺惹过什么事情。陈憨子，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帝都有几个能打过你家陈楚冲的？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这不就说明俺陈霸天教子有方吗？就你那混小子，也配和我儿子比？没看到有客人在吗？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说！老奴听说公子昨日去万年县，当晚就斩杀数人，就连万年县令也被他给杀了。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无照杀朝廷命官，这可是杀头的罪名！你他娘的倒是快说呀！万年县令与当地士绅勾结，牵涉了人口贩卖，还欺凌妇孺。公子见之大怒，就给斩了。如果是欺凌妇孺，杀了也就杀了。好小子，有种！这件事麻烦了，那些文官本就痛恨苏颜，现在他又闹出如此严重的事情，如何收场？老苏，你也别太担心，你家小子可是驸马，陛下再怎么也不可能砍他脑袋。哎，苏颜这小子当真让人不省心啊！看俺家楚冲从不出门惹事儿。苏国公，老奴话还没说完。他娘的有屁快放！没看到你们家老爷这么着急吗？杀县令之事，陈楚冲都尉也参与了。老陈，你刚才说你家楚冲从不惹事儿是吧？有为，父亲，救我出去！救我受不了了，这里不是人丹的地方。放心，你一定会出去的。饿坏了吧？快吃点东西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对了，父亲，冷饮店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冷饮店已经几天没客人了，全被那奶茶店给抢走了。不可能！咱们不是没提供冰块给淘宝商行吗？他们怎么还能抢咱们的客人？不知道。之前我以为他们有存货，可是这么久了，他们依旧有源源不断的冰块。那奶茶店开张后，直接把双血堂的生意抢完了。现在薛家全城8家双血堂都没有客人。这些都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冷饮行业受到冲击，冰窖内的冰块卖不出去。怎么可能？整个帝都的冰块都是薛家在供应，他们没道理还能弄到冰块啊！而且这样的天气，更不可能从其他地方城市进货。查到他们冰块到底怎么来的吗？每日拉冰块的车是从苏惠国的封地出来的，不仅仅是冰块，就连手摇风扇也是从苏惠国封地那边。我怀疑这淘宝商行和苏卫国有关。苏卫国，苏卫国只是一介武将，他还会开商行。就算是苏卫国，他又在哪里弄来的冰块？帝都最大的几个冰窖都是薛家的，除此之外，其他冰窖根本无法供应奶茶店那么多销量。难道他能凭空变出冰来吗？没道理的，全城的冰都在薛家手里，他们到底在哪儿搞出来的冰块？先不提这个，当务之急是要让你先出去。
父亲想到办法了。不是我想到办法，是那苏颜给机会了。难道他没能处理好灾民？灾民不清楚，不过他杀了万年县令，召杀官，可是大罪。你觉得这是不是你出去的机会？的确是那蠢货会做出来的事情。这次就算他处理好灾民，也无法洗脱罪名。朝堂诸公可不敢开这个先例。大家都是当官的，无照杀官关乎到所有人。我能想到，等苏颜回帝都之后，朝堂上那些官员会怎么弹劾他。这件事不仅会影响到苏颜，就连苏卫国都可能受到影响。他犯的事太大了，大到根本没法用功劳来弥补。朝堂诸公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官绅是所有人的护身符。如果开了这个先例，以后有人效仿，随意斩杀官员，那还得了？我已经联系了赵国公，他会带着诸公一同弹劾苏颜。到时候他想活下去，就必须和我们和解，不然数罪并罚，不仅他要死，苏卫国都会受到牵连。呵呵，苏颜犯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之前就已经被定了流放的罪名，然后又自立军令状，如果未能处理好灾民的事情，他就是欺君之罪，现在又无照杀官，数罪并罚之下，谁都救不了这小子。就怕他明知活不了，鱼死网破。之前苏颜本就可以不去管灾民的烂摊子，两人私下和解，啥事儿都没有。这蠢货有时候就是一根筋。不可能，他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苏卫国着想。就算他想鱼死网破，有赵国公和太子保你，老夫再联合百官施加压力，陛下应该不会要你的命。救你出来并不难。就等那蠢货回京了。多吃点儿，爹已经打点好了，之后每天都会给你送来饭菜。高山林，皇后千秋节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太子每日都在户部与众大臣筹备，事无巨细，亲力亲为。听说流程全都敲定了，目前已经在招募人手，筹备各种节目了。哼，太子是有孝心的。李治那边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九皇子随驸马去了万年县。这逆子，自己母后生辰如此不上心，整日跟着苏颜那小子鬼混。罢了罢了，距离千秋节还有段时间，朕对他的要求也不高，只要他负责的几个地方没有出太大纰漏即可。怎么又有弹劾苏颜的？
臭小子，当真想找死吗？陛下息怒，息怒？你让朕怎么息怒？那苏颜竟敢无照杀官，而且到了万年县第一晚就杀了数人，他这是想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什么？无照杀官？大前开国以来，也就陈霸前干过这种事。那次如果不是他对陛下有从龙之功，早就已经被斩了。真是反了天了！陛下息怒，驸马虽顽劣，但以他的品性，应该做不出这种事情。哼！朕也知那小子最多打人，但杀人还杀如此之多，定是有原因的。不过就算有原因，他不能禀报给朕，非要自己动手。哼，他们倒是聪明，知道拉皇子下水。拉皇子下水？李治那小子也动手了，还有陈处冲，他们一起杀的那县令。九皇子成长了。哼！高诗林，奴婢在。下旨，把那几个小子给朕叫回来，朕要亲审此事。奴婢立刻去办。公主，是不是这些菜吃腻了？要不奴婢让他们重新添换一些菜式。这几天都没见到他，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难道是在准备新的生意？这个奴婢就不知道了，要不要奴婢去查一下？不用去吗？不用。既然公主对他这么好奇，为何不让奴婢去查？我也有事瞒着他。若是去调查他，不就代表我方面在瞒他了吗？对方都没调查我，我也很默契的没有去调查他。如果打破这个局面，我就做不到这么心安理得了。还是你们会玩。公主，有大事发生。何事？奴婢听外面都在传苏颜公子在万年县怒斩县令，如今已经闹得满城皆知。斩县令？听说了吗？苏颜那个败家子儿把万年县令给杀了。早就听说了，那苏颜嚣张跋扈，刚到万年县就连杀数人。此人在帝都虽然作威作福，但是并没有做伤及性命之事。他恐怕是觉得捞了个钦差的职位，就可以生杀予夺。此子当真是个祸害。我听说那苏颜不是因为查出万年县令买卖人口，才宰了那个狗官的吗？我也听说那县令之子欺辱一对母女，苏公子二话不说就为民除害。没错，苏公子这般刚正不阿之人，尔等为何说他是个祸害？说嘛！呵呵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他苏颜这般做，就是藐视律法。就算那县令该死，也应该交给刑部审查之后再定夺。他苏颜有什么资格杀人？若全天下人都像他这般目无王法，那天下不乱套了吗？
你们这些读书人，整日读圣贤书，没想到竟然帮着那狗官说话。和你这种粗鄙之人没啥可说的。这几日城中到处都在吵这事儿，有人拍手叫好，有人破口大骂，这帝都多少年没这么热闹过了。主人，为何没能杀掉他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主人责罚。责罚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从未失手，为何会在一个区区顽固手中失败了？他是个好人。是个好人。什么时候你还看对方是不是好人了？哼！你知道这一单失败让我们损失多少吗？属下万死！你可不能死！你死了，谁来给我赚钱？这是你第一次犯错，暂且饶你一次。你应该知道后果。多谢主人！陛下也真是的，哼，不就宰个狗官吗？用得着下急诏？灾民的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，留在那里也没啥用处，早日回来也挺好的。只是这次回帝都，肯定要汇报灾民如何处置，到时候淘宝商庄老板的事情就藏不住了。其他人倒还好，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看，就怕昭昭知道我是驸马后，会不会怕了，不敢再与我往来。希望那些文臣给力一点，不然可真要愁死我了。怒斩县令，不仅是因为当时被那些禽兽给气疯了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给那些文臣一个理由，让他们逼着陛下把婚给退了。如果能借知这件事退婚，自己没有准驸马这个身份，到时候再给昭昭说些好话，应该就能安抚好他。毕竟他也瞒着自己，我都没有去追问他的身份，大家都做过的事情，那就能够彼此抵消。这次上朝，你们都不要说话，一切交给我即可。让我说我也说不出个啥，你来正合我意。这些文臣全都来了，看来他们是铁了心了。这下完蛋了。这件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主要还是看陛下的意思。我儿子也牵涉其中，下丹血没用，待会儿见机行事吧。陛下，驸马他们到了。
宣赈灾巡查使苏岩，九皇子李治，禁军都尉陈楚冲。苏颜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何罪之有？混账！请陛下明示。苏颜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般冲撞陛下！我与陛下说话，你这个老东西来犬吠什么？是不是上次没被打够？你什么你？话都说不利索，怎么当的官？陛下，此子实在顽劣，闯了弥天大祸，却丝毫没有悔改之心，臣请陛下为其定罪。你在教朕做事？臣不敢。不敢你在这里废什么？朕的问话你都敢打断，你还把朕放在眼里吗？臣万死，臣万死！苏颜，你让朕明示，那朕就给你说道说道。朕让你去当赈灾巡查使，处理灾情一事，你却去多管闲事，做出职责之外的事情，甚至还无照杀官。臣冤枉啊！臣刚立了大功，陛下就对功臣兴师问钻，这也太让人心寒了。哦，朕又如何冤枉你了？臣此次去万年县，可谓是殚精竭虑，尽心尽力处理灾情的事情。一到万年县，就凭借聪明才智破获大案。这2日又为了聚集灾民，臣每日只睡1-2个时辰。陛下看臣的黑眼圈多严重！少说这些有的没的，捡重点。哼，上官大人，此话何意？陛下，就算那万年县令参与买卖人口之事，也不应该由他巡查使去查，而是应该交给刑部去查此事。苏大人不仅越俎代庖，还在没有旨意的情况下杀朝廷命官，已经触犯了律法。苏颜，你又作何解释？陛下，上官大人诬陷有功之臣，当真让人心寒啊！哼，我诬陷你，倒是说说老夫这句话哪里说错了？苏颜，你休得狡辩，无照杀官就是死罪。任凭你再怎么狡辩，无照杀官已是事实。没错，苏大人还是认罪吧。别捣乱，这小子有自己的打算。一群没脑子的蠢货！还是一群文臣，一个个自称圣人门下。圣人知道你们这些人如此愚钝，恐怕棺材板都压不住了。苏颜，休得在朝堂之上猖狂！没有圣人之学，哪有我等庙堂大远？科举考的就是圣人学说，难道苏大人觉得我等通过科举当官，还比不过你一个纨绔？哼，科举不是有手就行？放肆！太放肆了！辱骂圣贤，你该当何罪？这里是朝堂，不是你这个黄口小子撒野的地方。
都说完了吗？请陛下斩了此人，为天下读书人做主。请陛下斩了此人。这么大反应，是不是在你们心中，圣人比陛下都重要？呵呵，怎么都哑巴了？圣人之学主要是教化百姓，朕之职责是治理天下，分工不同，没有可比性。陛下，臣并不这么认为。为何？所谓圣人之学教化百姓，可又有多少百姓能读上书？依臣看来，这天下兴盛繁荣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靠的可不是什么狗屁圣人，而是陛下您，是吗？陛下文治武功无人能比，臣相信，在陛下的带领下，大前定能繁荣昌盛。臣也相信，凭陛下的能力，定能成就千秋伟业，成为那让万朝臣服的天可汗。朕能做到吗？陛下，现在是说赈灾之事，别扯远了。没错，苏大人，你就是在转移话题。圣人之学如何暂且不谈，苏大人无照杀官之事，应该给诸公一个交代。我给你们交代。是你们这些尸位素残的狗官，应该给陛下一个交代吧。苏颜，你们一个个在庙堂上高谈阔论，嘴上挂着仁义道德，自称清流，为国为民，可是万年县令借赈灾一事买卖人口，尔等竟然全都不知情。哼，买卖人口又与赈灾有何关系？没错，现在是说你无照杀官之事，别扯其他事情。苏大人就别转移话题了。薛大人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。陛下，臣要弹劾整个户部官员尸位素餐，庸落渎职。哼，本官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。讲。陛下可知，为何朝廷花了那么多银两赈灾，可依旧有如此多的灾民？为何？因为地方官员根本不作为。笑话，本官一直都在关注万年县的赈灾情况，城外每日都会施粥，县令朱全联合当地乐行好施的士绅一同赈济灾民，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。的确，城外是有粥棚，每日施粥。可薛大人是否知晓，那些粥每日重复加水，重复煮，但每日账本上都记录着钱粮消耗。不可能，户部一直有人负责监督事宜，从未发现你口中说的这个问题，而且账本全都能够对上。薛大人所说的负责人，是否是文远？文大人，本官一直在监督赈灾事宜，万年县每日都有施粥，各种账目全都能够对上。如果有问题，本官绝对能察觉到。那如果文大人和那万年县令是一伙的呢？
陛下，苏大人诬陷朝廷命官，请陛下为臣做主。苏颜，你可有证据？陛下，臣准备了许多证据，就在殿外。拿进来。这些都是灾民的联名书，数千灾民都证实了假施粥这件事。灾民愚钝，苏大人又是巡查使，逼迫他们写联名书，不是很简单。哼，别着急嘛，文大人。我既然点了你的名，自然还有其他证据。陛下，臣此次赈灾，不仅发现贪墨灾款，还发现那万年县令借着灾情买卖人口。而朝廷赈灾之所以如此困难，就与这买卖人口有绝对的关系。详细说来。不知诸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：灾年最可怕的不是灾民，而是达官显贵。上官大人可听过？你问本官干什么？本官又未管理过赈灾之事。张记主，圣人学说中可说过与此事有关的话？哼，圣人言的是仁义礼智信，圣人学说是用来教化万民。你这问题问出来，显得很无知。陛下，外面之所以有如此言论，就与这买卖人口有关。灾年，商人和士绅囤粮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情，而粮食短缺，肯定会在短时间内让粮价暴涨。朝廷想要赈灾，就要花费数倍价格购买粮食，这对朝廷来说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，这是他们赚的第一笔国难财。他们就算赚了这些钱，朝廷也没有相关的律法去制裁，毕竟买卖本就是互相的选择。但是这点钱怎么能满足他们的胃口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买卖人口？陛下圣明，一下便想通了其中的关系。说重点。若是强制买卖人口，被朝廷查到之后就是死罪，那些人自然不会这么蠢，他们等的就是大灾之时。消极赈灾，先把朝廷的银子赚了，然后再赚灾民手里的银子。等灾民银子赚完之后，那些灾民想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卖儿卖女。这时候，他们不仅不会压价，反而会用市场价去购买那些人口。为何？因为这样符合律法，符合自愿买卖，就算被查出来也没事。而且他们不仅不会压价，反而还会比市场价高。若是不压价，又如何赚钱？买卖赚钱的本质就是低买高卖，赚取中间的差价。如果不压价，那他们通过什么形式赚钱？陛下有没有想过，那些卖儿卖女的钱，到了灾民手里之后是用来干什么的？都快饿死了，自然是买粮食，这是常识。粮食又在谁手中？该死！这些人都该死！这些人赚朝廷的钱也就算了，他们竟然两头吃！好，好，好，杀得好！不愧是我苏家的种。此事俺老臣野战苏颜，陛下，
苏颜这是为民除害，不仅无过，反而有功。苏颜此举是大快民心之事。那万年县令和当地士绅罪该万死。苏颜此举是大快民心之事。所以，臣这个临时的巡查使都能轻易查出来的事情，为何户部的诸位大人一个个都不知情？所以，薛大人和文大人到底是尸位素材，还是与贼人沆瀣一气？苏颜，你休得血口喷人！这些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而已。陛下，这些全都是万年县令与士绅勾结来往的信件。呈上来。好，好，好！一个小小的县令，竟然敢这般目无王法！陛下，臣掌管户部琐事众多，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能管得过来呀。陛下，臣一时疏忽。你知道这一时疏忽有多少百姓，让多少百姓在背地里骂朕是个昏君吗？陛下，这些是万年县令与户部侍郎文远的书信往来，其中明确记载了两人勾结士族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来人，革去户部侍郎文远的官职。拖下去，凌职处死。其父母兄弟统统贬为庶民，世世代代永世不得为官。是，陛下，且慢。那万年县令在被臣拆穿买卖人口时表现得有恃无恐，臣猜测他背后之人应该不止文远，甚至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产业链。只不过臣在他府中只搜到与文远的书信，这文远背后之人只有他才知道。臣请陛下彻查此事。陛下，臣觉得当务之急是赈灾要紧，其他的事情等日后再查。上官大人这么着急阻止，不会那背后之人就是你吧？本官以民生为重，苏大人何必诬陷？上官大人难道不知，这些蛀虫不除，以后只要有灾情，又会陷入朕为难的境地。好了，此事等房相回来之后再行庭议。先把这狗官关进大理寺，严加看守。诸公觉得薛尚书此次应该判个什么罪？薛大人身为户部尚书，虽然每日管理的事情驳杂，有些疏忽在所难免，但是此事事关重大，他御下不严，应该定个失职之罪。上官大人认为只是个失职？从目前得知的信息来看，此事薛大人并不知情，一切都是那文远欺上瞒下。陛下，臣觉得上官大人说的没错，薛大人平日里官声极好，这次只是太信任部下，有所失职。臣附议。
行吧，既然诸公都以为薛尚书是失职，那就罚薛大人1年俸禄，并且在1个月内查出赈灾银两的去向，还有此事牵扯的人全都抓捕归案。臣遵旨。至于苏颜，短短几天时间就破获如此大的案子，当真让朕刮目相看。诸公觉得该怎么赏赐？呵呵。陛下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那万年县令虽然罪大恶极，但他是朝廷命官，律法有令，朝廷官员应该由刑部审查。陛下定罪之后，再按照判决处置。苏颜无照杀官，已是僭越。上官大人说的没错，公是公，过是过，此事万万不可开先例。如何保证？臣附议。臣附议。你们非要咬着他一个错误不放。咱们打仗都有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。事急从成，苏颜斩县令，虽然违背律法，但那个县令的确该死，他并没有杀错人。上官老二，有本事和俺打一架，欺负一个晚辈算什么本事？粗鄙之人，粗鄙总比你这个虚伪小人好。你连自己外甥女婿都要针对，真不是人！呸！陛下，陈将军如此扰乱朝堂，殿前失仪，请陛下降罪。够了！陛下，臣有一言。陛下，臣觉得李将军那句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说得很不错。苏颜此举虽是不妥，但他同样也立了大功。魏臣苏颜。魏大人，你当初可是弹劾过苏颜的，现在又为他说话。上官大人说笑了，本官填和的是苏大人与安宁公主的婚事，可这次苏大人此次赈灾，查出官员贪腐，联合士绅买卖人口，实属大功一件。哼，那魏公觉得这件事如何处置才算妥当？臣觉得功过相抵，方为上策。功过相抵，诸公觉得魏公这个田议如何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陛下，俺老臣没意见。功过相抵，自然可行。不过，苏大人破获贪污的功劳，怎么能抵得了死罪？没错，无照杀官是死罪，岂是一个贪污的功劳能够抵消的？至少也要再加一条功劳。若是苏颜将灾民安置好，2功抵1顾才合理。如果只是查了个贪污案就能免去死罪，如何让天下苍生信服？这是会影响到律法威压的啊！陛下，苏大人之前可是下过军令状，一定能够安置好灾民。如果没能顺利完成，就是欺君之罪。按照大前律法，欺君同样是死罪。不管怎么样，今日苏大人这罪恐怕脱不了。哼！这是会假的。你笑什么？哼！既然要兑现，那就兑个彻底吧。当然是笑你们这群虚伪至极的狗官。欢迎来到对抗路。你，哼哼，死到临头还敢大放厥词！
放肆！陛下，这苏颜三番两次在朝堂辱骂我等，陛下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百官颜面扫地吗？苏颜，注意素质。好的，陛下。诸位大人，怎么知道我没安置好灾民？呵呵，那请苏大人说说看，如何安置的那些灾民？查清人口买卖的来龙去脉，已经让人很意外了，怎么可能有时间安置好灾民？我为什么要和你说？你，嘿嘿，要说也是和陛下说。陛下，其实要安抚灾民很简单，臣能想到不下于10种方式。哼，大放厥词，安置灾民一直都是本官说话，你这老东西插什么嘴？请，要不你来讲。你还敢骂本官，真是猖狂至极！你不知道打断别人说话是一件很没教养的事情吗？继续说。哼，臣用的法子叫以工代将。何为以工代将？嘿，臣前段时间开了一家商行，如今生意还不错，正是缺人手的时候，所以就让那些灾民去臣的工厂做工。这败家子还会做生意，大家都说将门虎子，没想苏家世代忠良，竟然出了一个商贾之流，当真是把苏将军的脸都给丢尽了。苏颜，你前番立下军令状，言言有办法安置江南灾民，今日便说说吧。回陛下，臣的办法是以工代战，你让灾民去做工。正是，臣已在江南设立工坊，让灾民入坊劳作，臣提供食宿，每月发放工钱。陛下，那些灾民已经很难了，苏大人竟然还强迫他们去做工，这完全是在剥削百姓。自古以来，赈灾都是朝廷安抚百姓，苏大人竟然和生意扯上关系。苏颜，让灾民做工这件事的确有些不妥，传出去对你名声也不好。陛下，臣可不是让灾民免费做工，臣不仅给那些灾民提供食宿，每个月都发工钱。陛下与诸公此言，是真不知民间疾苦。你们觉得他们需要的是施舍，还是活下去的希望？大胆！苏颜，你说我们也就算了，竟然敢说陛下，冒犯圣上，你该当何罪？你能不能不要打岔？哪怕朝廷不在乎国库压力，一直给灾民施粥，1个月、2个月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要到下一年秋收，灾民才能重新维持生计。陛下觉得这个办法合理吗？陛下刚才说让灾民做工不妥，那臣想问一句，陛下当真了解灾民想要什么？当然是吃饱穿暖。可是施粥给予物资，真让那些灾民吃饱穿暖了吗？继续说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臣给了他们生机，让他们能够通过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。臣工厂的劳动强度在他们看来和休息没什么两样，再加上每个月臣都给工钱，他们也有了盼头，又让朝廷没有过库的压力，这一举多得的事情，不知诸公为何有这么大的反应，还给我扣上为祸苍生的帽子？难道是因为我以工代赈，让诸位无法从赈灾中捞好处了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的确，这以工代瞻实属妙计也。按照苏颜所说，他这个以工代瞻的确妥善安置了灾民，而且朝廷也没有花费钱粮。灾民有数千之众，你确定能发得起工钱？我说上官大人，你对我财力一无所知，不知诸位可曾听过淘宝商行？在下不才，正是淘宝商行的老板。
什么？苏岩竟然是淘宝商行的东家？他一个败家子儿，如何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好？目前帝都最火热的商行，竟然是苏岩开的，难以置信，实属难以置信。淘宝商行竟然是你开的，苏将军，淘宝商行竟然是你家开的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们都知道我这人喜欢低调，早知道是你家开的，以咱们的关系，至少也要打个5折吧。10两银子一台手摇风扇，俺家那小子非要买，还有那奶茶2两银子一杯，俺的这点俸禄全都花给你们家了。老苏，咱好歹也是战场上的过命交情，你赚我们的钱有些说不过去了吧？我就猜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淘宝商行竟然是大哥开的，本王也有股份。哼，大哥不愧是大哥，这么大的生意，一天不得赚几百两银子？兄弟，你格局实在太小了。我爹可是念着诸位叔叔伯伯的，他在府内为诸位准备了会员卡。苏岩，何为会员卡？持会员卡之人就代表着是我淘宝商行最尊贵的客人。日后持会员卡进去淘宝商行购买东西，不仅不会排队，还会有专人服务，而且价格也仅需2折。那个贤侄啊，会员卡有多少张？要求是什么？会员卡数额不多，只要我爹同意给就行。老苏，这会员卡无论如何都要给我1张，全然把话砸在苏卫官厨石上。当年可是俺从死人堆里给你救出来的，不给会员卡说不过去吧？老苏，你就说咱们10几年的交情，值不值1张会员卡？陛下，大明宫何时？菜市场大殿骤然无极。苏岩，这里可是朝堂，岂是你宣传商贾之事的地方？陛下，这成何体统？这些事情私下去说。臭小子，就知道把烂摊子甩给我！哼！所以，上官大人觉得以我淘宝商行的财力，养几千人难吗？诸公若是有不同的意见，尽管与我说。既然诸公都没意见，那这件事就功过相抵。不过苏岩此次居功至伟，若全部抵消，倒是显得朕过于小气。这样吧，封苏岩为开国县男，10业就算了。苏国公府旁边的3000亩地给你，让你安置灾民。陛下，臣觉得不妥。魏公请讲。自古以来论功行赏，功过相抵最为合适。若是再有封赏，恐会让陛下落人口舌。如此大功，当不得封赏。陛下似乎忘了，苏大人此次赈灾是弥补他长郭薛大人的过错。真要说起来，他还有一过。陛下，魏公说的没错，苏岩大闹朝堂的事情还没定罪，如今赏赐恐怕不妥。陛下，功过相抵自然是应该的，但苏岩的功劳可抵不了他犯下的错。大闹朝堂若不处置，恐让皇权失威呀！陛下，确实不得。所以，尔等准备让朕如何治苏岩的罪？臣依旧坚持之前的弹劾。苏岩声名狼藉，不是安宁公主的良配，还得是魏公啊，这人能处。魏公的意思是，苏岩立下如此大的功劳，还是要让朕退婚。苏大人有功不假，陛下赏赐他爵位也没问题，但驸马之位关乎皇家颜面，臣请陛下三思。魏公所说不无道理，况且苏岩现在又从事商贾之事，自古以来士农工商，商人排在最末，怎可与公主成婚？请陛下三思。你们这是在逼朕做一个背信弃义的昏君！陛下，臣有话要说，讲。臣觉得诸公说的没错，臣虽是国公之子，可名声非常不好，再加上从事商贾之事，娶长公主难免会让皇家沾染上流言蜚语。
苏大人如此明事理，倒是本官之前错看了。哈哈哈哈！魏公此举也是为国为民。虽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但臣觉得强扭的瓜不甜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。若是两个人没有任何了解就成婚，对臣和公主都不公平。而且魏公说的没错，臣名声狼藉，实在配不上公主。陛下若是依的，大可以其他方式赏赐，没必要搭上安宁公主的终生幸福。这小子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？难道他和自己女儿接触这么久，还没感觉？要知道李昭可不止一次在他面前夸过苏颜，好像这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身份。苏将军，你怎么看？孩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臣觉得，既然小辈不愿意，这件事儿就算了吧。苏颜，我再问你一次，退婚，你真不会后悔？臣不后悔。终于要退婚，不用娶个祖宗回来了，而且昭昭那边也可以有个交代。自己为了他放弃当驸马，这不把他给感动的主动投怀送抱？既如此，那苏颜与安宁的婚约作废。不过念在此次苏颜立下大功，开国献南的爵位奖励照旧。自从知道他就是苏颜，心里就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而不是单纯的愤怒或讨厌，而是某种更深的理不清的人。我竟然在不知情的时候认可了一个自己最讨厌的人。听说他嗜赌如命，惹是生非，可接触下来，他不仅诗才出众，还有别人没有的商业头脑。这个纨绔一次次给我惊喜，甚至让我觉得好像只要有他在，什么事都办得成，太不真实了。而且婚约退了，我以为会轻松不少，可现在怎么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太不真实了。而且婚约退了，我以为会轻松不少，可现在怎么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昭昭，几天没见，有没有想我啊？没想到苏老板竟然是国公之子。叫苏老板就有些见外了吧？你不能因为我的身份否定了我这个人吧？我本来就不是个正经人。也对，你本来就是个纨绔败家子。那是世人对本公子的误解。你见过败家子这么会赚钱的吗？那你怎么不解释？我苏颜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听说你在朝堂主动退婚了。退了。安宁公主那般金枝玉叶，你都舍得？什么狗屁公主，狗都不娶。你当真这么讨厌公主？必须的呀，之前不是说了吗？公主从小娇生惯养，打不得骂不得，特别是那安宁公主那么受宠，娶回来还得小心翼翼的伺候，要是没伺候好，被陛下知道了，几个脑袋够砍。而且我觉得成亲是一辈子的事，至少也要互相了解之后才知道能不能过一辈子吧。昭昭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公子的所言正是我之心意。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的吗？所以咱们恋爱观一致，也互相喜欢。昭昭，要不把住址告诉我，我立刻让父亲去提亲。这男人怎么每次都这么直白？你看，我现在的身份你也知道了，总不能一直不让我知道你是谁吧？公子能否再给我点时间？怎么，还想再观察观察我？你就当我是因为这个，最多1个月，我一定和你说。行吗？那再让你观察1个月，1个月后若是满意，我就上门提亲哦。你若是想，也可以。他不知道我有多怕他知道我就是安宁公主，到那时候，他会不会对我敬而远之？这可是你说的，拉钩！幼稚鬼！谁反悔谁是猪哦！他都侮辱圣人了，那些读书人视圣人为信仰，怎么可能还心甘情愿花钱？哼，那咱们打个赌如何？如果我能让他们心甘情愿掏钱，你就亲我一下，你就说赌不赌吧？赌就赌，我就不信
你还能说服那些读书人。嘿嘿，说定了，可不许反悔。就是他！圣人岂容轻辱，有辱斯文！出来！诸位，诗词大赛已经结束，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接榜。老板，把原稿抬上来。按照开业活动规则，本届诗词大赛冠军将会获得白银1000两。当然，为了让参赛的选手都能获得参与感，前10名本店也会送出奶茶券，第2名100张，第3名80张，第4、第5名50张，递名到第10名每人30张奶茶券。凭券可以在店内不用排队兑换奶茶。